一想到妈妈，我每天都在哭，几乎崩溃。妈妈她很勇敢面对她的疾病，也让我去学习更加的坚定勇敢。最后那几天的时候，我躺在妈妈的怀里，就是和她唱着学会的歌，然后妈妈呢就是手打那个牌子，你要为你妈妈坚强。这句话就让我想要重新站立起来。几乎在那几年都是在黑漆漆的夜晚吃晚餐，很辛苦的熬过来哦。你有没有试过曾经在黑暗中找不到出路？今天我们将邀请一位女生，她将分享她在学业、工作上面的挑战，以及如何在关键的时候勇敢站起来，为母亲撑起整片天的女生。我们的建宁 ，Hello， 建宁你好。Hello， 你好。好，建宁，我知道你在事业上，有和你最亲爱的妈妈一起，曾经为了业绩的目标而去努力打拼。那在事业打拼的同时，有一件毫无预警的事情，就在2021年的时候发生在你妈妈身上。我知道妈妈那时候有被诊断出患有末期的这个子宫癌，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一想到妈妈，我要哭了，怎么办哦？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哭，几乎崩溃，每天一直唱题。那有一前辈就跟我说，你要为你妈妈坚强。这句话就让我想要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我学习到妈妈她很勇敢面对她的疾病，也让我去学习更加的坚定勇敢去面对呢这一个暴风雨。从妈妈确诊呢到她的临终不可思议的感受到那一个唱题的力量啊，就是妈妈没有受到这个癌症的这个痛啊，连医生也不相信啊。那医生的话就来 testing 试压我妈妈的肚子，看我妈妈有没有痛啊，然后我妈妈还跟他说没有。所以这个是让我感受到这个守护的这个力量咯，感受到妈妈整个癌症的过程没有受到这个癌症折磨的这种痛啊。然后因为有这个开辟了自己的 online 的事业，收入会比较稳定，不需要担忧妈妈的这个高昂的这个医药费。童年的你学业成绩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吗？我在小时候的学业上就是很努力，但是就是考不出好成绩的一个学生。那个时候的建宁，你又是怎么样去挑战你的科业问题？我就是你有听过一句话吗？就是苍蝇附在骏马而飞奔万里。我在这句话我就觉得我很贴切我的生活，因为我觉得那个苍蝇就好像是我这样，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也可以像附在骏马一样，可以飞奔万里，达到那个终点。那骏马它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马，那我就是通过了祈求、坚持、不放弃的心，希望就是有一天也能够到终点。那么后来呢，来到大学时候的你，是不是有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我其实当时候我是属于半工半读的，就是我在早上的时候我去工作，周末的时候我就去上课，就是我整个大学的生活就是做工、读书，再做工、再考试。而且你这个做工不是只有打一份工对吗？是我的工作嘛，做领教，就是说我早上就去工作，下午的时间我就被聘请去教舞蹈，然后你教完舞蹈后，我又冲去安亲班教补习，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赶去参加创价学会的活动，所以我几乎在那几年都是在黑漆漆的夜晚，就是吃晚餐，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很辛苦的熬过来哇，兼顾课业又兼顾工作又兼顾学业活动不简单。那么想问一下，后来的你又是怎么样撑过来的这一切生活？当时候因为我的薪资可以说是面对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收入嘛，就是想要去突破我的这一个工作和我的经济。那么我记得就是想要去为这个创价国际学校那个贡献嘛，于是通过祈求之后，我就开始了接触这一个网络的创业。开始网络创业应该算是蛮新的一个尝试，那个时候顺利吗？一开始是面对蛮多失败的，然后呢就是因为通过就是祈求
唱题，涌现那个力量，勇敢的面对那些压力和失败呀。然后，尤其是我最大的感受，在这个创业这一条路呢，是因为我加入创家学会，我可以去学习到、磨练到自己的那一个如何与他人去沟通。所以，在我这一个整个创业这一条路呢，就让我有那一个智慧如何去跟我的一些伙伴们进行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在学会当中有学习到了池田先生的一个鼓励，就是要成为一个真诚和诚实的人，多方面是为他人的那个立场去着想，赢得合作伙伴他们的信任，一步一脚印都完成过来。想问一下，人毕竟是生老病死的嘛，妈妈那时候又是怎么样面对她的生死呢？能够陪伴妈妈治疗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从小妈妈就有教育我就是有开始跟我去分享生死的课题，也让我学习。妈妈曾经跟我说，生也要欢喜，死也要欢喜。妈妈呢，她很喜欢这一句开幕超任言大圣人引用的语文，就是礼乐前迟，真道后起。最后那几天的时候，我躺在妈妈的怀里，就是和她唱着学会的歌，然后妈妈呢就是手打那个牌子，然后在她那最后那几天的时候，让我呢能够很真实的看到她是以最庄严的、最自在的这个样子。因为妈妈的这场疾病，我开始学习生死观，更深了解佛法教导的生老病死。无论生或者是死，都是永恒的一面。创家学会第2代会长户田先生经常将死亡比喻为睡眠，就好像人熟睡后，隔天早上恢复精神，朝气蓬勃的醒来一般。贯彻唱念妙法过世的人，在经过死亡的休息后，马上又出生，回到广宣流布的行列。那我知道要接受亲人的离开不简单，一般的日子当中不再有熟悉的笑声，不再有熟悉的妈妈的影子，你怎么样去走出来，然后重新面对你的人生？虽然知道生命是永恒的但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离世讲真的啦，我也是非常的很不舍。我在家的时候我吃饭也没有味道，然后我做什么都没有动力，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做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你花了多久，又是怎么样去找到人生的一个方向走出来？我就去找可以说心事的前辈，跟他说我很难过。他就跟我说，建宁，这一切不是结束，你要把妈妈住在你的生命里，发挥妈妈的生命的价值那么这一句话就让我重新有了那个希望因为妈妈的教导一直提醒着我要成为独立的人所以我现在就可以从家里的公主变成现在独立自信的我。那么除了这样呢，也因为了师匠池田先生，让我涌现了勇气、希望、坚定和从容从我的这个青春的人生里呢，一关一关的奋战过来。那么池田先生有说，即使你今天输了你明天战胜也好，100回合的挑战输了99次也没有关系的，只要最后你获得胜利，就是胜利者。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着人生的黑暗期，别担心，要像建宁一样，即使失去了亲人，但我们也要用现在的生命去延续亲人留给我们的爱。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话，请订阅我们并留言，我也想逆转人生，记得share like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